永远不要购买新电池，只需要简简单单的一步，您的旧纽扣电池就可以重复使用。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就拿车钥匙来说吧，当你发现车钥匙反应迟钝，甚至无法正常解锁车辆时，大概率是里面的纽扣电池电量不足了。别着急，我们可以这样操作。首先，找到车钥匙侧边的按钮，用力按住，将隐藏在其中的机械钥匙取出来。这把机械钥匙虽然不常用，但在关键时刻能派上大用场。接着，把机械钥匙插入车钥匙外壳上的小孔中，轻轻一撬，车钥匙的外壳呢就被打开了。这时，你便能清晰地看到内部的构造，以及那颗小小的纽扣电池。这时，借助一把小巧的起子，小心翼翼地将纽扣电池抠下来。整个取电池的过程呢，要格外小心，避免损坏车钥匙内部的其他部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纽扣电池便是其中之一。它体型小巧，貌不惊人，却在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电量耗尽，它就如同失去活力的小马达，无法再继续驱动设备运转。按照以往的习惯，我们往往会选择更换新的电池，但今天我要颠覆你的认知，教你一个神奇的方法，让没电的纽扣电池重获新生，无需再频繁购买新电池，既省钱又环保。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让它复活的关键步骤。先在炉灶上烧一壶热水，将水烧开，滚烫的热水是后续反应的重要条件之一。与此同时，找一个干净的容器，往里边加入一勺食用盐。这里无论是粗盐还是细盐都可以。从化学角度来讲，它们的主要成分呢都是氢化钠。在接下来的这个情景中，二者的效果差异微乎其微，因为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盐在水中电离出的离子，而粗盐和细盐中的钠离子和氢离子含量相近，所以呢，大家不必过于纠结盐的种类。加入盐后，再往容器中呢倒入150毫升左右的热水，然后拿起勺子充分搅拌，让食盐完全溶解在热水中。此时，食盐溶解形成的电解质溶液将成为让电池重获电力的神奇药水。一直搅拌，搅拌至它们完全融合。现在，让我们把已经没电的纽扣电池轻轻地放入这杯精心调配的食盐电解质溶液中。别看这只是一杯普通的食盐水，它可是让纽扣电池重焕新生的关键。大家都知道，纽扣电池一般由正负极和电解质构成，其产生电能的原理基于氧化还原反应。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正负极材料在自身电解质的作用下会发生电子的定向转移，由此产生可供设备使用的电能。然而，当纽扣电池没电时，其内部的氧化还原反应近乎停止。但神奇的是，当我们把这样的纽扣电池放入食盐电解质溶液中后，溶液呢就像注入了一股神奇的力量，极大地增强了电池内部的离子传导能力。这就好比给原本拥堵的交通道路呢疏通了脉络，让离子能够更加顺畅地移动。同时，溶液还改善了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环境，使得那些几乎罢工的正负极材料在新环境的刺激下重新活跃起来，让原本近乎停滞的氧化还原反应得以再次有效地进行，进而产生一定的电能。在浸泡纽扣电池的过程中，别忘了拿一根玻璃棒或者是干净的勺子、筷子等工具，持续的搅拌溶液。
这样做呢有2大好处。其一，能够让电池与溶液全方位、更充分的接触，从而更高效的发生反应。其二，搅拌呢可以使食盐在溶液中分布的更加均匀。想象一下，如果食盐分布不均，就会导致局部反应剧烈，而有些地方反应不足，影响整体效果。通过搅拌，就能让溶液的每一处都能够顺利的参与反应，确保电池复活的效率更稳定。至于浸泡的时长，大约在15到20分钟左右。不过，这个时间呢，并非绝对固定，它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纽扣电池的类型、初始电量损耗程度以及溶液的浓度等。所以，只要观察到电池的溶液中的反应基本稳定，就可以认为浸泡的差不多了。在浸泡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本清澈透明的溶液，逐渐变成了淡淡的淡黄色，而且呢，明显变得浑浊起来。这是因为电池在与溶液发生反应的过程中，电池表面的一些物质溶解到了溶液中，同时溶液中的离子与电池的内部的物质也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这些反应产物使得溶液的颜色和透明度发生了变化。时间一到，用镊子或者是干净的勺子等工具，小心地将纽扣电池从溶液中取出。此时的电池表面呢，沾满了湿漉漉的溶液。接下来的干燥步骤呢，至关重要。我们要用柔软的纸巾呢，仔细地擦拭电池表面的水分，务必擦拭得干干净净，一点水分都不要残留。这是因为，如果电池的正负极残留水分，当我们将其重新装入设备使用时，水分呢会与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呢发生作用，容易产生油渍，而这些油渍呢会干扰电池的正常工作，严重影响电池的性能和使用寿命，甚至可能导致电池短路，无法正常使用。电池擦干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关键步骤，用砂纸打磨正负极。砂纸的作用不容小觑，在电池使用过程中，正负极表面呢会形成一层氧化物或者其他物质，这些物质呢会阻碍电子的转移，降低电池的性能。使用砂纸轻轻打磨正负极，能够去除这层表面的氧化物质和杂质，让正负极露出新鲜纯净的金属表面。这样一来，当电池重新工作时，电子转移的会更加的顺畅，能够显著提升电池的导电性和化学反应活性，使电池能够更稳定、高效的输出电能，让我们的设备运行的更加的稳定，也进一步延长了电池通过这种方法复活后的使用时长。好了，这会儿呢，把电池擦干净就可以使用啦。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的让没电的纽扣电池重获新生，接下来就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将这颗复活的纽扣电池安装回车钥匙里，小心翼翼地拿起车钥匙，按照当初拆开的顺序，将各个部件一一归位。注意观察放置电池的凹槽，确保凹槽内干净整洁，没有残留的水分或杂质。然后将这颗经过处理的纽扣电池放入凹槽中，注意电池的正负极方向要与车钥匙内部的标识一致，避免因安装错误导致电池无法正常工作。放好电池后，将车钥匙的外壳合上，确保各个部位紧密贴合，没有松动或者是缝隙。整个安装过程要细心些，因为车钥匙内部结构精密，容不得一点失误。安装完成后，我们满怀期待地拿起车钥匙，走进距离车辆几米远的地方，深吸一口气，按下解锁键。只见原本安静的车子，灯光瞬间闪亮起来，伴随着清脆的解锁声，仿佛在向我们宣告它已重新恢复活力。掌握了这个让电池再次恢复电力的方法后，以后再遇到没电的纽扣电池，就可以用咸水泡一泡，让它们重新焕发活力，继续为我们服务。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哪里有更好的建议，欢迎评论区留言，随心进行分享。同时也期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时动态。我是瑶瑶，那么我们下期再见。